欢迎回来，我是喵屋。今天要带大家一起来看 Enjoy 在6月13号即将更新的内容。很高兴能成为 Enjoy 的合作伙伴，也感谢 Enjoy 团队提供这次抢先体验的机会。那在影片开始之前，请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不要忘记你的支持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现在就让我们进入主题吧。在这次的更新中，正式开放了模组的功能。这个模组功能允许玩家在 Enjoy 中建立还有管理你自己的 mod。有了这个功能，创作者现在可以设计制定的服装和家具，并上传到 CF 网站，让大家可以一起下载使用。现在我们点进来之后，可以看到它画面是这样子的，它是直接连接这个 CF 的网站，然后这边的有一些分类。这个就是随机推荐的页面。第二个选项让我们可以根据分类去快速的找到我们想要找的物品。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就只有这里。它其实在抢先体验的这个版本并没有开放，让我们可以去实际的操作，看怎么样去制作 mod 这个部分。可能要等到正式更新之后才会开放。官方有说有关制作还有使用 mod 的详细资讯还有方法，都会在6月13号的时候在官方的网站上面会公告。到时候我们应该就可以知道更多详细的内容，还有如何创建 mod 的方法了。看完模组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先来看它在 UI 的界面里，还有它的那个选单设定里面有没有修改了哪些东西。我们现在可以在我们的设定选单里面去调整我们的使用者界面的大小。这边总共有3种尺寸可以选，小、中还有大。再来它的每一个选项现在几乎都会增加一个惊叹号。这个惊叹号啊，当你滑鼠停留在上面的时候，它会比较有一个简短的说明，让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在干嘛的，也会说明调高或调低之后它们两者的差别。我觉得这个部分非常的好，我真的非常喜欢它增加这个说明的部分，因为之前是完全没有的，所以它有一些东西我们就会想说到底是什么，尤其是像这些画面设定，这些东西有些都专有名词啊，像我们这种不懂电脑的根本不知道是在干嘛的。那如果说我们想要让我们的游戏跑得顺一点，那我们又该怎么调整，就完全没有头绪，你还得要自己去查资料。所以新增的这部分我真的觉得很贴心很棒，真的是要大大的给他们一个赞美。再来是我们的人物体型现在会根据他的生活方式去做变化，如果我们吃太多可能会变胖，如果我们想变瘦就得要常做运动训练，而且做运动还可以强化肌肉。但这个部分我们是可以选择你是要把它打开或关闭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客制化也很好。再来它也添加了下面这个，我们可以调整闲置家庭的数量。它闲置家庭最多竟然可以到这么多哦。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说明。他说闲置家庭的数量是指那些没有搬入任何房产的家庭，而且如果闲置家庭太多的人会导致记忆体问题，并且会增加载入的时间。我觉得100个蛮多了啦，闲置的家庭再加上有房产的家庭就超过100个啦，我觉得非常足够。然后还有这个是什么？这个也是新增的，之前是没有的。他说我们也可以自己设定要不要自动产生玩家家庭的行程，就是对于我们自己在操控的家庭，原本那些咒语他们会为自己安排行程，那如果我们不想要他们为自己安排行程，这边就可以把它选择关闭。所以现在新增的这一个可以客制化的选项。另外还有这一个是模组的部分，如果我们想要使用模组，这边也是要选择开启才可以使用。如果你没有开启，就算你下载模组也是没有办法使用的哦。一定要把这边打开之后，你下载的模组也有正确的安装在 MOS 资料夹的时候，它才会有作用。所以对于想使用模组 CC 的玩家们，这个部分也要记得开启。接着我们要来看的是这次新增的物品。在我们的右下有一个小视窗，这是一些现在的资讯。那我们要等它现在有3个广告，我们要等它到第1个的时候点，它才会跳到我们这次要看的新增的资讯，就是这一个。点进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是在创建咒语模式里面所新增的物品。往下滑可以看到，这是我们新增的饰品，有丝袜跟袜子都有新增。丝袜好多哦，2、4、6，有6个，6双丝袜，还有3双短筒的袜子，一个蝴蝶结的耳环。头发有5个新头发，等一下我们可以好好的来看一下长怎么样子。上衣有4件，有一件无袖的 T 恤吗？无袖的背心，一件很像针织的露肩的上衣，还有这2款很像罩衫类的衣服。再来是下身的衣服，新增了3件，一件短裤，2件是裙子。套装的部分新增了3件，这2件就是我们刚刚在上面看到的，这里这2件穿起来不错，看起来还蛮好看的。但这一件就他们没有展示出来，等一下我们可以到实际画面去看一下。还有一个格子衬衫的外套，鞋子是一个靴子，然后福乐鞋跟帆布鞋。这些服饰的摆拍照都拍得很不错那我们就等一下进实际画面去看看，看起来如何。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建造模式新增的东西，窗户也新增太多了，各式各样边框，不同大小的方框，3个门，卧室的床新增好多然后我很喜欢这个兔子的床这个儿童床超可爱的。衣柜有新增一个衣柜，一个衣架。客厅的部分新增了这些，这个椅子好可爱。还有什么居家办公室的部分，新增了2个书架，一个书桌，还有一个配套的椅子。厨房也增加太多了，好多导柜还有这个好可爱的椅子，这个椅子上面还有一个镂空的猫猫头，超可爱的。这个厨房用的柜子好适合用在餐厅的装潢里面。再来往下拉，有一个新的浴缸。户外的部分是2个棚架，新的棚架。这里就是杂项了，杂七杂八的地毯、小杂物也新增了不少，好多镜子有2个，灯具也新增超多的，装饰用的那种小灯泡，还有一个很像工业的那种手电筒。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荧光棒吗？长得有点像。这是壁炉吗？应该是，还可以调节灯光的壁炉。那这些大概就是我们这次在创建模式里面新增的一些物品，还蛮多的其实不少。那现在就让我们先进人物的创建模式里面去看看。那现在来到角色创建的画面啦，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我们在介绍里面看到新增的那一些物品，实际看起来是怎么样。毕竟那个平面的画面看起来还是不太清楚，我们让它先把帽子拿掉。我想要来看头发的部分。短发，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黑人头、辫子头，那个男生他的那个发型，女生也是可以使用的。其实这个做的很细致这个黑人头超细致的。短发只有这一款，这个头发我超喜欢，它好美，它的旁边细细的发流也做的超细致的超美的，好好看。这个波浪的卷度好看。还有另外一款中发的，这个也是新的发型，是自己就有佩戴发夹，不是它另外再佩戴新的饰品。这个也是很可爱这个头发非常适合高中生啦，或者是很有青春气息的人使用。再来是长发，就是这一款，这个也超公主风的，非常的有气质，好看好看。这次新增的头发都非常好看，我觉得还蛮喜欢的。对，还有一个女生的爆炸头还什么的，在哪里？我看一下，是这个在这里，也是上面自动已经配有蝴蝶的发夹了，在上面。这是爆炸头吗？这是什么发型？我不太知道，有人知道这个发型叫什么吗？这种很像爆炸头的那种，还是自然的黑人卷发？他们这种是故意烫的还是天生的？其实不是很了解好像有些小朋友就是黑人小朋友，他们天生发质就是这样子，就不是去烫的，是不是？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好像有看过，有一些小朋友他们的头发本身就这样，但我不确定他是烫的还是天生自然卷这么的卷。
这个头发也是很可爱，而且两边还故意染不同的颜色，看起来又更活泼了。那我喜欢这个头发，那我们就配这个头发来搭配看其他的东西。接着服装，我们先看上衣、背心这件，刚刚是这一件无袖的，是这件，然后里面还有做安全措施，不用怕曝光，不错不错，小细节都有顾到。无袖应该只有这一件，然后另外一件上衣我们来看一下。接着好像是这个罩衫的类别，好像也是这次新增的，之前没有罩衫这一个分类，因为新增了这2个罩衫类别的，所以它就新增了这个分类了。再换换看，它这个有外套，脱掉。这件就是刚刚第一个 model 穿的那一件衣服，非常的公主风。它还有一个针织，这件也是很不错穿起来的感觉也是很好的。我们这个刚刚忘记来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实际的整个细节。这一件的质感，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觉得Enjoy的东西制作东西的质感是不需要去特别的去质疑或什么的，因为它在这个部分的细节是处理的很好，毕竟他们主打的就是画面。然后我们还有套装，对不对？套装他说新增了3件套装，我们来看一下，是一个连身牛仔，这件穿起来的感觉是这样，然后另外是这2件风格的类别好像也是新的，之前也是没有，因为也是为了这2件新的衣服去分类出来的。这件衣服真的非常韩风的衣服，然后我们来顺便帮它搭一下它的下半身。刚刚我们有看到还有一件短裤，这一件是新的，裤头使用的是伸缩束带的造型。另外就帮它配，是有2件，这2件迷你裙，对不对？我们帮它配这样短的，这件就是刚刚1号 model 所配的，刚好就这样子一套。接着我们来看饰品，它的那个短的袜子，我记得有3双，应该刚好这3双啦。这双跟这个，还有这些就是这次新增的袜子。虽然看起来它的配色是不同的，那可能是制作团队他们自己配的，因为这里完全没有刚刚看到的那一些图案啊。但是以款式跟长度来猜测，应该是这3个，我猜啦，看起来像是这3个。丝袜好像是这个，那我们把袜子脱掉，这个还有这2个，它是这2个长度不同的样子，款式其实是一样的。再来是猫猫图案的丝袜，还有蝴蝶结的，跟这个还有星星的，总共是新增的这6款嘛。鞋子的部分，我们刚刚有看到是一双帆布鞋，跟一双乐福鞋，还有一双长筒靴，总共这3个。还有一件外套，刚忘了，还有一件格子的背心外套，是这件吗？没错，它这件没有办法修改它的制定颜色，另外一件格子的反而可以。再来最后一个新增的饰品是耳环，它新增了一个小小的很可爱的蝴蝶结耳环，而且这次的有一个新的功能，我真的要好好的推荐一下。这个新的功能就是滑块，它现在为眼镜添加了滑块的功能，还有耳环也是可以调整，跟头饰也可以。我看一下穿洞的这一个，我们穿环脸上穿洞的这个也是可以调整，但是我觉得它虽然增加了这个非常的棒，如果你相对于东西是比较小，你看你根本完全看不到你的东西在哪里，除非你按着这个滑块，你要移动它的时候你按着它，它就会其他的部分会不见消失，那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你这个东西它的位置还有样式。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按这一颗中间，它一样还是会被遮住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感觉还可以再做调整修改，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耳环的部分，还看它那么小，我要调整它，我根本看不到它在哪啊！你看我怎么看得到？你放开它，它还是这样，你看不到它，除非你这样，你按别的，你看你根本看不到它，你怎么会知道它在哪？你看变这样，怎么会？对不对？只能凭感觉，所以不行。如果说调整的物品它是比较小，
那可能这个球的样子要再缩小一点，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它要根据我们调整的东西去做灵活的变化，这个部分可能还要再做优化啦，我觉得。但是除了这个小缺点以外，其他部分表现得非常好。你看我们可以这样子前后去提，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这边是左右去修改它，有没有？我们可以把它放大缩小，你看我们拉这一个滑块还是放大缩小，超棒的。这个中间这颗看不到的球，它就是移动位置的球啦。这颗球的应该修改一下，可以改成我们按着它的时候看它能不能隐形。毕竟我们按着它，如果它可以隐形，看到后面那一个耳环，我们同样也知道它移动到哪里去啦，是一样的意思。就它这个滑块非常好用，用起来也非常丝滑。例如说，我们要调整这个眼镜的部分好了。我们来调整一下这个眼镜，这个猫耳我先拿掉。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头顶上，先把它调高，这样子调高一点，往后插到头发边去，这样子是不是很棒？我们就放在头顶上了，超赞的！我真的觉得。如果你觉得这个滑块的箭头很碍眼，让你没办法好好的去看有没有拉好，你可能就得要先切到别的分类里面去，它才会消失。因为它没有快捷键或者是任何方式可以先把那个滑块的指标给消失。那你看我们这样子是不是就调好，我们眼镜就可以摆到头上了。我觉得这个功能是这一次创建模式里面最满意、最好用的功能，我最喜欢的。那看完那些新增的物品，现在创建模式里面还新增了，我们可以从这里去设定我们的性别认同。Enjoy现在开放了可以跟任意的对象恋爱的功能，我们可以跟男生、女生或男女都可以，也有非二元性别。那还有我们自己的性别认同也是不会只根据说我们自己的生理的特征是什么去指定，而是看我们自己人物的性别认同。他觉得他是虽然身体男生，那如果心理是女生，他的认同上他觉得他自己是女生，我们也可以把它改成女生或者是非二元性别。这边也可以设定我们的人物对浪漫关系有没有感兴趣，所以这边就开始有一些我们可以客制化的部分。然后下面我们看到特征的部分，这里多了一个随机的骰子，终于我好需要随机哦，我真的不止一次的说我需要随机的这个骰子按钮了，现在终于新增了这个了，我真的觉得太棒了。这个渴望的生活，我们终于可以不用去帮人物选择他们要什么生活，我们一样这个随机键给他按下去就可以帮他做选择了。对于我这种选择困难症的人真的太好了，是福音。而且除了我们一开始这边可以去做设定，当我们游玩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想要修改我们的人物性向也是可以的哦。我们可以直接点自己操控的人物，选择换衣服，到这边塑造自我风格。进来这里面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我们随时想要改都是可以，我们甚至连我们的性别也都可以随时做更改，之前是不行的。除了一开始我们在创人物的时候是可以做设定的，但是当我们一旦人物创出来之后，这边是不能再做修改的。那现在我们随时想改都可以哦，性向啦、性别认同都可以做修改。我们的渴望的生活这边也可以随时做修改，这样真的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其实也比较符合现实，因为可能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是会经历各种不同的事情，所以或许他之后才会发现，原来我喜欢的是男生，原来我觉得我应该不是我外观所看到的那样子的一个性别，我可能是另外一种性别，也不一定。所以每个人都会是不同的个体嘛，那我们随时都可能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现在新增这个可以修改的功能真的是非常的好。接下来是建筑的部分了。建筑因为它真的新增了太多新的家具建构物品了，所以我就不
再另外特别一个一个拉出来看介绍了，不然真的是太耗时了。我们就是回顾刚刚前面一开始所分享的那一个平面的界面，大家看一下那个图片，了解有哪些东西是这次新增的物品。有几个我这边也是有把它拿出来装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兔子的这个床，就是我刚刚说的很可爱的床，我还蛮喜欢的床，也是我们这次新增的物件。还有这个居家椅，这个单人沙发椅，这个猫猫的就是超可爱的，那它看起来整个就是这样子，有没有质感很赞？还有这个桌子也是新的，这个圆的单人的座椅坐垫也是。然后另外我觉得它还有新增2样很特别的东西，第一个是这个铁窗，这个铁窗也是这次新增的一个物品，很有趣你看，可是它这个铁窗的我觉得不够台耶，有点可惜。不过这次新增的铁窗只有新增1种款式而已，我觉得蛮可惜的。我其实觉得他们可以多新增几种款式，几种比较常见的，例如我们台湾的那一种直条的铁条，或者是格子的那一种的，有没有？就装上去就会台味十足。因为像这种圆形的，台湾好像比较少看到圆形这种造型的铁窗。第二个我觉得还蛮酷的东西是这个手电筒，这个很工业的手电筒，在工人的上班地点都会使用的，而且它是可以去设定投影开关的。我本来以为它是不是只是一个装饰物品而已，就不是它是有功能性的，它是真的可以打开电灯来使用的，超有趣的。可惜现在没有随机突发的停电事件，或者如果小人他们在平常的生活中，比如说暴风雨或者是附近道路整修还是什么事情这样子遇到的那种随机事故的停电，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手电筒，增加一点那种故事性的趣味跟体验，我觉得还蛮好的，感觉想象起来就很好玩。这次建筑方面，我们除了新的物品，它也有改良了它的建筑系统，但因为我不是很常建房，游戏在3月开放的时候，我那时候有稍微体验了一下它的建造模式，老实说真的蛮痛苦的，因为玩过模拟市民的那种很直觉性很方便的那个建造的功能以后，再回头使用 Enjoy 的建造模式真的是很不容易上手，再加上它的说明其实并不是这么的清楚，所以有很多东西你都一头雾水，不知道该怎么去操作使用。那它现在可能也是因为我有一点慢慢的习惯了啦，所以在整体的操作上会比一开始来的上手了一些以外，老实说我觉得它这次我比较有感的体验真的是快捷的部分。例如我们原本在选择这些工具的时候是没有快捷键的，我们必须要很辛苦的把滑鼠滑到这边，用手动点选的方式，然后你想要用什么只能手动点选它，你想要删除工具，那你就只能手动点选这个删除，你没有快捷可以去弄，就比较麻烦一点。那它现在很方便，现在它有快捷了，如果我想要删除我就按 K， 我要选取我就按 V， 非常的方便，是对我而言我觉得是一个很加分，我很喜欢新增快捷这个功能，我真的很需要。然后另外一个是自动储存的功能，它是有一点像我们在 Enjoy 里面玩游戏的时候，它不是可以设定我们要不要开启自动储存，还可以设定时间的功能，类似那个功能。它虽然这个没有办法去设定你多久要自动储存一次，不过它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我觉得体感上大概也差不多是15分钟啦，它每15分钟都会帮你自动储存一次你当前正在盖的进度，所以你就比较不用怕万一闪退或者是出现一些突发状况宕机什么的东西，就还来不及储存就遗失了，要从头建起，真的是非常痛苦。但它现在有自动储存的功能，我觉得很棒。现在终于要进入我们的重头戏了，游戏玩法的部分。这次的更新之后，我们的人物终于可以不用再结婚才能生小孩，我们可以非婚生子。为什么这个功能不早点出来？
我的那个六宝挑战就不用这么辛苦了，硬逼着雅媛要跟每一个人都要结婚，才能够生小孩。我们还可以领养小孩咯。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想要领养小孩，我们可以使用电脑这边来到一般行动会有新增领养小孩，或者你想要透过医疗协助生小孩也是可以，就类似可能试管婴儿这样。我们现在先选择领养小孩看看好了。我连小孩房都准备好了，你看，等着领养个小孩。那现在就跳出一个选单，是可以让我们选择想要领养的小孩。它可以选择从新生儿到儿童，总共有3个阶段，看我们想要选择哪一个。我觉得我们直接领养一个儿童，那我们选择这个小男生好了。然后财务状况这边，他还会评估你的财务状况。我们看一下，他说最低的金额是你不能低于5000块，如果你低于5000块，那你就没有办法领养小孩了。哦，原来如此。那他其实也没有很严格，因为老实说5000块不多。那我们决定领养这个希尔卡森。好，他说什么？杜星星刚迎接了一个天使宝宝诞生，一起来迎接这个最可爱的新家庭成员吧。他是预设我们领养的就是婴幼儿，是不是？我们可以改他的名字，那我觉得没关系，我们就依照他原本的名字就好，就叫他卡森。Hello， 杜星星，感谢透过我们的机构采用小孩领养小孩啦。怎么采用？你这个翻译？我说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迎接孩子。孩子来了，要怎么迎接？它会有一个这么温馨的动画，会互相拥抱一下，好温馨。这个小孩看起来表情不是很开心，怎么会这样？他会拍拍他的背耶，太温馨了吧？还摸摸头。我们马上就可以选择关系了。这个关系增长会不会有点太快了啊？才刚相处而已，抱一下就可以提升关系到第2阶段了。我是希望可以修改一下啦，因为毕竟每个小孩其实都不是一定会这么满意领养他的家人，或者是领养的爸爸妈妈，他们可能不一定就是这么喜欢自己的小孩。相处之后，那我们是不是要为小孩准备礼物呢？来看一下，如果我们想要赠送礼物，我们可以打开手机，选了这个袖珍市场。然后它现在多了很多类别耶，之前就只有食物而已，那它现在多了像奢华类别，里面的东西其实没有很多，就4样而已，目前还没有很多的东西。还有实用的药、维他命，所以我们现在除了可以从急救箱上面吃感冒药，我们还可以从这边买药物来治疗感冒了。迷人是什么？这个玩具车礼物怎么会是迷人？我们之前也是可以送礼物了，但是我们送礼物的方式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没有办法当面送礼物给对方，我们只能够透过手机寄送的。那它这次是我们可以从这些东西购买之后放到人物的包包里面，从包包里面去当面送给对方礼物，所以是不一样的。好怪，就是一些恶作剧的东西。那我们要送给我们的孩子什么东西？我觉得他或许会喜欢玩具车礼物，我们买一个玩具车礼物送他。这个是什么样快速的快递？马上买马上寄到。那我们打开包裹，这样就在我们的包包里面了吗？我们来看一下，真的耶。那我们拿来送小孩子，来看一下小孩子在哪里。他在跟他的娃娃讲话聊天。如果要送，我们可以选择好感这里会有一个袋中礼物，如果你的包包里面有礼物，它就会出现这个选项。那如果是你的手上有拿东西，它就会出现手持礼物的选项。选取这个玩具车礼物，它没有包装它是直接就拿一台车在他的手上。怎么样？干嘛？不是要送吗？因为小孩子要出门了啦，所以他不能送了。我们先放进包包里，我们跟着他一起来这个学校。不然没办法阻止他，我又不想要取消，因为我只是要送他个礼物而已。赶快跑，赶快跑，要跑的，很急着，一定要送手上的这个礼物才行。我来看一下他喜不喜欢。他喜欢我们现在又可以进阶我们的关系了，是吗？怎么这么快？他礼物收到哪里去？你是收到哪里去？包包吗？
哦，有，他收到包包里面去了，看样子是喜欢的。在更新之前，我们只能够接收别人主动传过来的简讯，我们的人物都不能够主动的先传简讯给对方。那这次更新之后，我们可以传简讯给对方咯。这里打开手机联络人，打开之后，我们可以传简讯给我们自己认识的人。那我们就传个简讯给我们今天认识的李宗慧那个画家。这边简讯打开，它会有2个选项，一个是可以安排行程，一个是可以问他们今天过得怎么样。再点进来，可以有2个友善的选项，一个是刻薄的选项。那我们可以跟他打个招呼好了。然后你传简讯 ，NPC 是不会马上回你的，他们会过一段时间才回你。他说我们这个周末见面，所以他约我们了，这样子就等于真的有约吗？我再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约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行程，并没有，就是那种说说而已的吗？好吧，我已经有一点习惯了，他们有时候就是说说而已。那我们可以再继续跟他传简讯，就可以这样子主动跟对方互动。我想要是，如果我们传刻薄的讯息给别人会怎么样？我们传这个好了啦。不过这个人超没礼貌的，我要传无理的问好。哈哈，你还活着吗？看看等一下他会不会跟我们吵架。他好久都没有回复我们呢，所以他其实根本连理都不打算理我们吗？居然把我们当小丑了，可恶！因为发送这个简讯，其实他是有可能对方是不会回复你，也有可能会跟你吵架的那一种。他就是会看你们2个人的关系去做回复，所以不是一定会收到正面的回复。我们的手电筒，我刚刚忘记我打开，你看那个手电筒的光，好适合带出去露营或什么的，或者是停电使用。这个手电筒不错。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使用医疗的生小孩功能是怎么样的一个进行方式。我这边有写，透过医疗协助生下孩子，在医学的帮助下，Zoe能够单独孕育一个孩子，或者通过与关系亲密的另一位Zoe的 DNA 结合来进行。使用其他Zoe的 DNA 需要得到他的同意。好哦，那我们来新增伴侣，男生女生都可以耶。我们选择李宗慧，决定是你。还要取得同意哦，所以如果说我们2个人的关系太差，有可能还是会获得对方的拒绝的。手续费也太便宜了吧，只要1000。DNA 的那个图示来了，来看看，我们借由医学之力诞下了小孩。来看一下，你怎么会坐着？这个是 bug 吗？果然是 bug。我想说刚出生就会做了，太猛了。我们这个宝宝眼睛好水汪汪哦，他的眼睛是不是自带闪光什么的啊？怎么这么水啊？我之前生了这么多6宝挑战的时候都没有看过一个宝宝眼睛这么的水汪汪但这个的好有泪光闪烁的感觉哦。我现在开了我第一次测试完的那个档案，因为我想要开这个档案，主要是想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宝宝真的超可爱的，有没有？这个宝宝也是我用医疗的那个模式去生下来的宝宝，我不知道有没有差别。我第一次看到宝宝穿这件衣服我不知道这个衣服是新的还是说本来就有的，因为我之前玩6宝挑战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看过宝宝穿这件衣服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穿一般通常穿的那种很素的连身衣的另外一款，所以我觉得非常的特别，想说一定要分享给大家看一下。而且我在这个档案之后还有测试过2、3次，都没有再出现穿着这种衣服的宝宝出现了。所以我在想，这个衣服的出现几率是不是真的很低？天选之人的宝宝才能够穿这套衣服的感觉。最后，我们这次更新的最后一个重点就是开放了作弊程式。我们现在可以在游戏中输入作弊码了。灵猫指南打开之后呢，这边会有一个启用作弊，我们要把这个启用作弊打开。打开之后，我们才可以按 Ctrl 加 Shift 加 C 才可以输入我们的作弊码。那现在我们只要按下这个 Ctrl Shift 加 C， 这边就会出现输入作弊码的一个栏位。
这边有一个查看作弊指南，但我们现在这个抢先体验的版本啊，点进去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所以它这个还没有正式的生效，可能一样也是要等到6月13号之后才有开放。我在猜这个指南打开之后，应该会有完整的作弊码的选单给大家去阅读，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使用那个指南来输入自己想要开启的作弊指令。那我就示范一个最简单的关闭头上那个猫眼图示的作弊码好了。我们把输入作弊码的这个栏位叫出来之后，打上这一段就是它的作弊码。其实这次开放的作弊码内容真的是蛮多的，所以也没有办法一一的展示出来给大家看。不过我相信在之后的作弊指南这边，应该是都会开放在这里让大家可以查询的，所以大家应该不用担心说应该要输入什么样的指令，然后去哪里查。那万一之后作弊指南里面并没有写明哪些作弊码是可以修改什么，我会再补充给大家。我们现在是控制这一个儿童嘛，然后头上有这个猫眼的图示，输入之后我们猫眼就不见了，有没有？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再打开，我们可以输入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把它关闭的意思，按 Enter， 你看它就会出现了，非常的方便。还有一个是不需要输入作弊码的，但是它必须要先开启作弊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灵猫指令这边，我们要启用这一个作弊的功能。我们按 Ctrl 加 T， 然后点击一下地面，我们的人物就会瞬移了。你看，我们现在把它瞬移到远一点的地方，我想要把它移动到这里来，那我们就按 Ctrl 加 T， 点一下地面，它就出现在这里了。对于我们想要快速的让小人到达某一个指定的地点的时候，就非常的好用。这次的更新加入了 Mode 的功能，还有许多新物品，并且优化了自定选项。在游玩方面，新功能包括了领养、非婚生子、青少年恋情以及传送简讯的功能，还新增了性别身份设定，让我们可以随时修改性别，还开放了许多的作弊码可以使用。虽然原本这次的更新在原本的路线图上是预定5月的时候就要开放的，但制作团队为了追求更完美，所以延到6月的时候才开放。我觉得这个决定做得还蛮好的，因为目前为止我体验下来，每个新增的功能还有新的物品跟优化的部分，每个我觉得都做得蛮好的，没有让人家觉得很多余的部分。所以我对于他们这次的更新是给予蛮高的评价。那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想法如何呢？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讨论。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感谢看到影片最后的你们，也非常感谢所有支持我的订阅者们。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